你好，查理。那么今天的这个行情啊，真的是把很多朋友都搞得晕头转向。那么很多之前喊熊市来了的朋友肯定会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今天的这个走势啊，很像熊市。那么到底它是不是真的熊市来了，还是大涨之前的最后一跌？那么我们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好好白扯白扯，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最后。那么我也会说一下啊，分析一下今天这个暴跌的原因啊，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些判断。那么很多老观众都知道，我是坚定的比特币的看多者啊。那么目前啊，有76%的人买了比特币就从未卖出过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可以享受到高人一等的生活。而你之前在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的时候就卖掉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只能找机会再买回来。那么事实啊，就是这么的残酷，你能承受多大的折磨，最后呢，就能享受多大的福分。好，我是阿力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，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啊，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次视频了。那么在美东时间1月3日周三，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啊，美联储发布了12月的这个 FOMC 货币政策会议的纪要。那么这个纪要显示啊，美联储的官员表示，经济走强和通胀上升可能导致加息比预期来得更早更快。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啊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涨到了1.7%，恐慌指数 VIX 收涨是16.68%。那么美股啊惨遭当头一棒，三大股指均收跌，道指跌了1.07%，纳指呢是跌了3.34%，标普跌了1.94%。具体到个股呢，更是大面积的暴跌啊。与此同时，币圈呢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跌幅啊。那么我是说，在这个时间段，在这个美股交易的这个时间段啊，那么比特币啊一直是在45000附近在浮动。那么如果说啊没有其他的因素叠加的话，那么比特币可能会慢慢的以震荡的形式来消化掉这个利空啊。原因呢很简单，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，因为美股呢已经走了长牛达10年之久了。那么见顶的这个可能性呢会越来越大啊。巴菲特其实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开始陆续卖出股票持有现金了，其他的大机构呢也是不例外，同样的道理。那么陆续呢会将资金撤出股票市场，但是呢这些钱呢是巨量的啊，就算美联储加息，那么这些钱呢也不会全部回到银行啊，还是会选择更好的投资的渠道。大家都知道，华尔街已经有很多机构进场比特币了。最先吃到螃蟹的 MicroStrategy，已经赚的是盆满钵满了。特斯拉公司投资的比特币也是有了双倍的这个收益了，而且呢，时间周期是非常短的。那么这么好的投资的渠道，你觉得华尔街的机构会轻易的放弃掉吗？所以我认为啊，今天就算是马上加息，比特币也不会出现这个大熊市。但是呢，在美国西部时间下午2点半的时候啊，我当时正在看盘，比特币啊带领币圈呢一路下探，最后跌到了是42400美元，其他的币呢也是跟着大饼往下跳，场面呢是非常的难看。那么我查看了一下今天的消息面啊，原来是哈萨克斯坦出现了暴乱，天然气价格暴涨，总统宣布政府辞职，导致大面积的混乱啊，最后呢是停掉了网络，而哈萨克斯坦呢供应了比特币20%的算力，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暴跌。大家都知道，比特币的价格跟算力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微妙啊。很多人说他们有这种线性的关系，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啊。那么比特币价格上涨呢，会导致挖矿的矿机增加，就是说你价格涨了，肯定是挖矿的人增加，矿机增加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那么矿机增加，全网的这个算力呢就会提升，从而呢再次推动价格的上涨。那么前提条件呢，就是在理想的状态之下，没有外界的这种政策的影响，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影响，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。但是现实呢很残酷，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算力下降。比如今天发生的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暴乱，就导致了今天的断网，导致了这个比特币价格的下降。那么为什么哈萨克斯坦的暴乱会导致了比特币价格的下降呢？那么下面呢全部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啊。那么我个人认为，哈萨克斯坦出现暴乱，会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比特币矿工或矿主啊，认为这个国家的安全条件进行下降，他们会准备下一步将矿机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国家或者地区啊。那么这可能跟去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大陆
把这矿工赶出去，有一点点像，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规模。而这个转移呢，并不是说你想转就能转的，需要是真金白银作为转移的这种费用。那么新的场地、新的雇员、新的环境啊，用钱的地方非常多啊，所以之前不愿意卖出自己手中比特币的矿工，不得已啊，在今天选择卖掉了手里面的囤币，所以才导致了今天价格的下降。那么大家可以通过量能来进行分析，大家看15分钟的这个走势图啊，你会发现暴跌的时候的量能放大，但是到后面呢几乎没什么量了。那么这一点可以反映出来我的观点呢是靠得住的。如果说明天后天继续砸盘，有可能呢是有人再次利用加息来制造恐慌啊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机构进场呢？会砸盘呢？因为机构呢也想收集更多的低价的筹码啊。你以为他们不想把比特币砸到1万以下吗？肯定想啊。那么我自己呢也想在1万以下多买一些啊，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啊，错过就要承担这个错过的后果。机构呢也不例外啊，但是呢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制造恐慌啊，比如说就是可以利用这些加息的这种利空的消息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能站得更高一点啊，你能跳出来这个圈的话，你就能想明白他们到底是在怎么玩，为什么要这么玩。所以说啊，我奉劝大家啊，各位还是不要恐慌，越是别人在恐慌的时候啊，你越是要贪婪。大家看今天的这个恐慌指数已经是15了，那么说实在话，最近好久没有出现过低到15的时候了，上一次到最低点到10的时候还是2021年的7月份。所以说啊，该怎么操作，大家可以参考去年7月份的时候的行情。其实呢，哈萨克斯坦今天出现这个紧急的情况，对比特币的后市呢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只有所有的对比特币的这种不利的因素全部都出现之后，那么比特币的网络呢才会更加的稳定。那么比特币只有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啊，才会更加受到这种机构的青睐。那么剩下的时间就是你能不能牢牢拿住你的比特币啊，让机构帮你去抬轿子了。那么具体的这个时间长度可以放到10到15年。如果你耗不起，不要玩比特币。如果你想短时间内暴富啊，也不要去碰比特币啊。所谓财不入急门，夫不入偏门。想暴富呢，终归是被爆仓，要学会慢慢变富，战胜自己的贪念，战胜自己，管住自己的手。那么笑到最后的一定会是你。漫长的慢牛行情啊，已经悄悄的来临了。10到15年之后，100万级别的比特币在你的手上，你会感谢你今天的选择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，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。我也会持续不断创作更好、更有价值的内容，希望你能够点赞、转发加订阅，让我们一起进步，共同发财。Peace。